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周六在第9届世界和平论坛上再次表示，维护并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是解决当今世界错综复杂问题、打破零和博弈的必由之路。王毅抨击印太战略制造分裂对抗，应被扫进历史垃圾堆。深圳卫视记者就此专访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新博，讲述什么是真正的多边主义，以及中美关系的未来到底应该如何发展。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周六在第9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也指出，维护并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是解决当今世界错综复杂问题、有效应对各类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的正确方向，是打破零和博弈、抵制单边霸凌、真正实现持久和平与共同安全的必由之路。自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部分美国媒体和评论者认为，多边主义正在取代特朗普时期的美国优先。但从上月拜登欧洲行前的署名文章到七国集团发布的荒谬公报可知，这种想法过于乐观。美国所谓的多边主义不过是根据意识形态划分的小圈子，这个小圈子充满着封闭性和针对性，是典型的伪多边主义。现在拜登上台以后也说美国要搞多边主义，但是实际上他那个多边主义，实际上是拉一些国家来针对中国，而不是在这些具体的这个非传统安全挑战上的多边的合作。所以我们说他是伪多边主义。王毅国务委员特别讲到这个所谓的印太战略，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地区制造分裂和对抗，应该被扫进这个历史的垃圾堆。因为如果这个冷战要重返的话，那么首先应该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地区，它会造成严重的分裂和对抗、集团政治。那美国和日本这些国家搞的印太战略，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公式。现在对于中美关系，一些学者是持一个比较悲观的看法。那您对于中美关系前瞻有何看法？您觉得中美关系未来会发展如何？我觉得当下中美关系是处在一个重要的转型期。美国在调整它的对华政策，再把中国作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那么从特朗普到拜登是一脉相承的。从中国来讲，我们也是要在新的形势下，怎么样来引领和塑造中美关系，更好地维护我们的发展、主权和安全利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期和过渡期，所以我觉得大概会有1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才能看到一个比较具体的新型的中美关系。那么10年左右的时间，中美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有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引领更多的来改变中美关系的动力和面貌。所以我觉得这个转折期、转型期大概10年左右，10年以后，我想中美关系会往一个比较稳定、更加稳定、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期访问了欧洲多国，释放出联欧抗中的信息。在德国，布林肯宣布德国是美国最铁的朋友，并拿所谓强迫劳动抹黑中国。在法国结束与马克龙的会晤后，布林肯称美法在抵制中国主导世界秩序一事上是一致的。而在周二接受意大利《共和报》的专访中，布林肯再度表示，与中国的关系是最复杂的，有对立、竞争及合作。对此，吴新博表示，不用太担心美国拉人头搞小圈子，因为基于国家利益，越来越多的国家也会选择在中美之间保持一个相对平衡、独立的立场，包括欧洲的一些盟友都是这样。绝大多数国家都明确表态，不希望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东南亚国家也好，欧洲国家也好。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是希望这些国家选边站，站到美国这一边，一起来反对中国。中国并没有要这些国家选边站，就说你一定要站到中国这一边，我们只要求他们不选边站，这样就可以了。所以你如果看一下中国的立场和这些国家基于自己利益的选择的话，应该讲我们之间的共同点更多。而且在美国经历了特朗普执政以后，其实包括美国的盟友心里都在担心，万一哪一天再有特朗普式的人在美国执政，那美国的盟友的利益也不会受到美国的尊重，所以他们不可能把这个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就跟着美国走，来一起反对中国。那哪一天你上来一个新的特朗普，那等于这些国家他觉得会被出卖了。时隔6年，普京再次签发新版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针对俄罗斯面对的威胁进行了较大幅度修改。拜登上台后加大联合盟友政策，北约对俄罗斯的战略挤压加剧。近日，俄罗斯对入侵该国水域的英国军舰实施驱离时，使用了投掷实弹的强硬手段。俄罗斯普京还表示，以后再有来犯军舰，将不排除实施炸沉。事实上，俄罗斯南部战区周6就演习了导弹攻击及轰炸敌方军舰的科目。国家安全战略是俄罗斯国家安全保障领域最高层次指导性文件，每6年修订一次。该文件用于确定俄国家利益、国家战略优先方向和国家安全保障措施。上一版国家安全战略于2015年12月31号颁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长达44页，有多处修订，强调要将核威慑保持在足够水平。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长瓦赫鲁科夫表示，新版战略是俄对近6年面临的安全威胁变化的现实回应。他强调，目前俄罗斯主要面对3大方面的压力，首当其冲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步步紧逼，第二是颜色革命威胁有增无减，3是流行病疫情、气候变化和金融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这一版的安全战略是在乌克兰危机之前开始起草、开始做的。那现在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原来那个时候基于能够跟北约进行合作的，它更多的指向了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一些合作。但是现在北约的战车越来越靠近俄罗斯的边界，也就是说传统安全威胁重回俄罗斯地缘政治视野当中来了，也就是应对美国主导的欧洲这些盟国对俄罗斯的威胁。新版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指出，一些国家的行动旨在煽动独联体分裂进程，以破坏俄罗斯与其传统盟友的关系。独联体是原苏联大多数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进行多边合作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国家都是俄罗斯周边国家，对俄罗斯的战略安全至关重要。目前，独联体还有9个成员国和1个联系国。普利马科夫曾经设定红线，就是原苏联国家是不能加入到北约当中来的。但是我们看，从1999到现在为止，有那么多的原苏联国家波罗的海3国加入进去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加入进去了。所以俄罗斯觉得，你北约越来越近，下一步就是乌克兰。乌克兰一旦加入，按照普京的说法，在利沃夫部署导弹的话，15分钟就可以打到莫斯科。北约东扩的这个问题上，让俄罗斯永远无法接受。值得注意的是，新版战略还首次将中国及印度列为主要外交方向，称要与中国发展全面的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与印度发展特殊的战略伙伴关系。西方这个一个集体的对俄罗斯的一个围堵和制裁，这个导致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呢就陷入了一个困境。那么在这样一个局面下，那么俄罗斯呢就是要探寻，就是怎么在西方这个包围下，经济制裁下，来寻找俄罗斯的一个经济发展出路。那么所以这个呢，他把目光就转向中国，转向印度。特别强调一个供应链的一个重构。外界注意到，周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两国元首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宣布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观察指出，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确立了中俄世代友好理念，向国际社会展示双方致力于深化战略协作和互利合作的信心和决心，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曾长期担任中俄领导人会晤首席翻译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翻译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特聘专家裴慈基对深圳卫视表示，俄中两国世代友好具有坚实基础。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有自己的主权国家的历史那么悠久的这样的国家，如果是有势力从外部要把自己的价值施加于人的话，那么这样的结果我们是不愿意看到的，也不愿意接收的。正因为我们有那么多的共同点，所以呢，我们肯定会继续发展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
这种合作。针对俄美关系，新版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批评美国政府已经放弃对军备竞赛加以控制的承诺，批评美方计划在俄罗斯的东西两端，也就是欧洲与亚太地区部署中程及短程导弹。事实上，美国已经退出了被称为美俄军控3条约中的2个，仅剩下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得以保留。拜登政府此前公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也将俄罗斯称为破坏稳定的战略挑战。6月16号，普京和拜登在瑞士日内瓦举行4小时会晤，但外界认为效果不佳，两国关系没有回暖的迹象。在军事方面，新版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首次提出，俄方会采取对称及非对称措施，应对外国威胁俄罗斯主权及领土完整的不友好行动。事实上，美军对俄方发展非对称军事能力十分忌惮。美国国家利益杂志2019年曾刊登美国陆军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俄军重点发展了远离战场的先进防空武器系统和战术导弹，打造区域拒止武器系统，包括 S-300、S-400防空反导系统和具有极强突防能力的伊斯坎德尔导弹。此外，俄军还针对西方军队十分依赖复杂的数字化指挥系统的特点，装备了大量电磁武器，具有监听、干扰和破坏敌方先进指挥系统的能力，甚至还可以入侵敌方指挥系统并发布假命令。周六，俄罗斯国防部透露，俄南部军区航空部队的苏30 SM 多用途战机、苏24 M、苏34战斗轰炸机和苏27战机在黑海上空进行低空飞行训练，并练习了模拟敌舰进行导弹和轰炸攻击。俄国防部指出，进行这项特别训练是因为近期有一艘英国军舰闯入了俄方水域，还有美国的侦察机也在黑海上空进行挑衅性飞行。6月23号，英国卫士号驱逐舰航行至距离克里米亚海岸线仅19公里处，入侵俄方水域3公里。尽管英方坚称是无害通过了乌克兰水域，但俄方派出超过20架战机及2艘海岸警卫队巡逻船驱赶英舰。最近时，两国船只相距不到100米。期间，俄方巡逻船向卫士号附近水面射击。苏24战机还在英舰预计航路上投掷实弹进行驱离。普京30号在与民众的问答中谈及此事时强调，即使俄罗斯击沉入侵的外国军舰，也不可能引起第3次世界大战，因为西方清楚自己打不赢这场战争。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卫士号正在参加美国和乌克兰主导的海上威风联合演习，演习将持续2周，规模则是史上最大，有来自32个国家的约5000名军人、32艘舰艇、40架军机和18个特种作战与潜水小组参加。但观察指出，今年的海上威风雷声大雨点小，位于参演名单上的韩国和突尼斯都宣布拒绝参演。此外，虽然参演军舰多，但大部分属于乌克兰海军，美海军仅派出第6舰队的罗斯号导弹驱逐舰参演。英军的卫士号实际上也是从正在地中海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编队临时脱队而来。俄罗斯国防杂志主编克洛特琴科认为，海上威风演习具有明显的反俄性质。北约当前将乌克兰视为反俄桥头堡，试图在乌部署武器以及建立军事基地，以此牵制俄方。俄当前重要战略目标是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防范外部势力在乌部署军队和建立军事基地。此外，该演习还包括陆上部分。有情报显示，北约趁机向乌克兰运送武器装备。海上威风演习早就有了，1997年就有了。原来是一个化戾气为祥和的一个演习，俄罗斯也曾经参加。美国的好多演习叫雷霆、风暴、暴风、沙漠、军刀，唯有这个演习叫 Boris，叫海上威风，就希望释放善意的。但是随着俄罗斯与北约关系越来越紧张，这个演习的指向性也越来越强。今年罕见地加入了海军陆战队和空降兵。根据以往苏联时期跟北约达成的一个认知，在边境地区、在边境海域是不能使用空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的。但是很显然，登谁的路、抢谁的滩，又指向了俄罗斯。好，新闻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你好。俄罗斯总统普京本周末签署总统令，批准新版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正式实施。那您如何解读这份事关俄罗斯国家安全的纲领性文件？较以往的版本又有何不同呢？要分析一个国家的安全战略，首先要读懂他们的安全战略观念。它主要是由国家总体安全形势的背景塑造的。
也就是回答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俄罗斯的国家威胁主要是什么？俄罗斯幅员辽阔，横跨欧亚，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国土面积，但也正由于漫长的国境线和复杂的地缘形势，俄罗斯一直是大国之中相对比较缺乏安全感的一个。因为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俄罗斯与乌克兰爆发直接与间接的武装冲突。2015年，俄军出兵叙利亚，针对极端组织 ISIS 进行了军事打击。同年11月，俄军战机被土耳其击落，两国的关系迅速紧张。同时在西方的制裁之下，俄罗斯经济受到了严重打击。在这些复杂背景之下，2015年版的俄罗斯国家战略明确将地缘政治斗争的严峻形势置于首要位置。据我观察，俄罗斯2021年版国家安全战略在2015年版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4大主要威胁。首先是地缘政治安全威胁，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东扩的路上步步紧逼，俄罗斯的战略空间正在遭受严重挤压。黑山、北马其顿分别于2017年、2020年加入北约，使得北约成员国增加至30个。近几年，乌克兰寻求加入北约的声量逐渐达到了高峰，也令俄罗斯十分不悦。更别说近期围绕黑海的军事对峙呈现出升级态势。在俄罗斯的传统安全观念之下，这就是赤裸裸的敌人把大炮架到了家门口。因此，他们进一步拥抱核武器的战略威慑能力，是俄罗斯在应对北约东扩时最能让对方听得懂的回答。其次是意识形态安全威胁，由美西方掀起的颜色革命，在俄罗斯国内及周边邻国呈抬头之势。无论是俄罗斯国内反对派头目的这个中毒疑云，还是白俄罗斯与吉尔吉斯斯坦的大选乱局，都让莫斯科方面感受到了切实的压力。尤其是在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以后，俄罗斯情报部门能够明显感觉得到，那些潜伏在领土之内的所谓造事者，仿佛是一夜之间活跃了起来。再者就是生物安全这个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俄罗斯受到了严重冲击，给国家这个经济形势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此外，网络信息安全也被俄罗斯视为重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其实早在2000年，俄罗斯就发布了第一份信息安全学说，它明确指出，国家安全主要取决于信息安全，将信息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从那以后，互联网治理与信息安全就一直被莫斯科当局视为重中之重。普京近日回答了有关黑海英国驱逐舰事件是否会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的问题，而俄罗斯空军也在黑海再度演练轰炸海上舰艇。与此同时，美国与乌克兰主导的海上威风演习也正在进行。那您如何评价黑海上演的新一轮军事博弈呢？普京在回答这个热点问题时主动抛出了一个假设，那就是就算我们击沉了这艘英国驱逐舰，也不会导致第3次世界大战爆发，因为在背后导演此事的人深知他们不会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这无疑是一句分量很重的硬话。普京能够在这样的场合展现强硬姿态，当然是有底气的。在俄罗斯看来，黑海的局势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绝不会允许美国为首的这个北约按照他们的节奏来搞一场所谓的局部冲突。既然你们敢在我家门口动手，就别怪我全面反击，将战火烧到你们的后院。也只有做好了打大仗的准备，才能让小仗打不起来。这就是普京的战略思考。那么反过来看，北约做好了与俄罗斯军事对峙全面升级的准备了吗？显然没有。这就还得从这一轮黑海博弈谁最积极说起。在我看来，最积极的只有3个国家，那就是美国、英国和乌克兰。普京在回答上述问题时提供了一个信息增量，那就是俄罗斯军情部门全程监控了这一次英国驱逐舰事件的幕后的这个指挥链条，这个幕后主导者就是美国。普京透露，在英国驱逐舰驶入这个俄罗斯领海之前，一架美国战略侦察机早早就在克里特岛起飞了。它的目标就是侦察俄军在应对英国驱逐舰驶入领海时的整个军事应对过程。普京甚至说出了这架侦察机的战术编号0639792。普京开了一个玩笑，他说：“军方不希望我公开说这些，但我相信他们会原谅我的。”由此可见，普京有意将这个信号针对性地释放给了美国方面，潜台词是你们的想法我全程知晓。英国人的积极性则是不言自明的。
这一趟卫士号驱逐舰是作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的这个护航舰出来的。进入地中海之后啊，它临时离开编队，北上进入黑海，目的就是为了将英国回来了的声势闹大。舰上还专门带了 BBC 的出境记者。考虑到前几天在英国伦敦街头看似不小心遗漏的这个军事机密文件的泄露，可见呢，这根本就是一次造势意义大于军事意义的碰瓷。至于乌克兰，我之前已经有过分析，对于泽连斯基来说啊，与俄罗斯的军事对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军事斗争，而是一场关乎他的政权延续的政治博弈。因此啊，在乌克兰看来，美军带来的北约朋友越多越好，声势闹得越大越好。好，谢谢吴伟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传染性更强的德尔塔变异株的传播，正促使世界各地采取新的封锁措施。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近日敦促各国领导人通过增加疫苗接种工作和公共卫生措施来遏制新冠病例的激增。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就呼吁中国民众放心接种国产疫苗，对德尔塔变异株也有效。钟南山周六出席了上海科技大学2021届毕业典礼。他引用了最新的研究数据，证明国产全病毒灭活疫苗的有效性，并呼吁大家放心接种国产疫苗。建立群体免疫什么？首先一个到底有没有用啊？可以看到，对印度族，我特别关注印度族，它是降低了，但是还是有效的。用中国的这个全病毒灭活的疫苗株，它对感染的保护率，对发病的保护力，对肺炎的保护力，对重症的保护力都是有效的，所以应该放心的注射国产的疫苗，对印度株都有效。钟南山特别指出，德尔塔变异株传染很快，非常狡猾，因此过去发病前2天的家人、同办公室、1米之间同吃饭、开会的这一密接的概念，应该更新为在同一空间、同一单位、同一建筑，在发病前4天相处的。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冯子健也提醒，德尔塔的致病性和传播力都有所增强。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进一步提高防疫措施的及时性，并加大力度预防新冠。冯子健还预判，德尔塔变异毒株很可能会成为全球更多国家地区下一阶段疫情传播中主导的流行毒株。这种变异呢，特别是传播能力、传染性的增强，是有利于病毒生存，有利于病毒它的播散的。在疫苗呢还没有建立起这个非常有效的人群免疫屏障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呢，我们仍然要坚守这个现行的这些公共卫生和社会防控措施，这些措施呢要更严格执行的。外界注意到，在世界卫生组织所列的4个需要关注冠状病毒变种毒株中，德尔塔变异株成为导致许多国家病例激增的元凶，令亚洲、非洲以及欧洲多国和地区的解封日期延后，甚至在最早发现贝塔毒株的南非已经成了病毒流行的主导。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的欧洲杯足球赛更被外界视为新冠病毒的超级传播者，多地报告球迷观赛后发现感染新冠病毒的情况，进一步引发了外界对大型体育赛事是否会导致下一波疫情的担忧。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从伦敦和俄罗斯圣彼得堡返回自己国家的球迷当中有数百人确诊。苏格兰周3通报近2000例与欧洲杯比赛相关的确诊病例，其中2/3的人表示6月18号曾到伦敦观看英格兰对苏格兰的比赛。圣彼得堡目前也是俄罗斯新增确诊病例数较多的城市之一。此外，莫斯科市长也证实，当地新增确诊有90%都是感染德尔塔变异株。面对来势汹汹的德尔塔，葡萄牙已决定从周5开始，在包括里斯本在内的45个城市重新实行宵禁。而最先发现阿尔法变异株的英国，现在90%以上的新感染病例为德尔塔所致。政府缩短了40岁以上人群接种第2针疫苗的间隔时间。欧洲疾控中心发出警告，到8月初，德尔塔变异株预计将占欧盟境内所有新冠肺炎新增病例的70%。任何松懈都可能重演去年秋季的局面。碰上这个欧洲杯这么一个盛事啊，很多我们说这个欧洲人呢都放弃了所应有对这个新冠病毒应有的这种警惕，使这一期间呢，这个欧洲的新冠疫情呢又有着新的发展。
更令外界担忧的是，病毒一变再变。正当各国忙于为德尔塔制定应变之策的时候，印度通报出现了德尔塔毒株突变的毒株德尔塔加。这个突变具有3个令人担忧的特征：传染性增强，与肺细胞受体的结合更强，并可能降低单克隆抗体反应。专家担心，德尔塔加可能使疫情严峻的印度再爆发新一波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近日敦促各国领导人通过增加疫苗接种工作和公共卫生措施来遏制新冠病例激增。他警告说，德尔塔变异株已在至少98个国家和地区被发现，且在继续变异和进化。The Delta variant is dangerous and is continuing to evolve and mutate, which requires constant evaluation and careful adjustment of the public health response. 世卫组织应对新冠大流行的技术负责人范克霍夫提醒，德尔塔变异株有可能会致使疫情曲线出现指数级的增长现象。已有多项研究显示，完成2剂疫苗的接种能抵御德尔塔。世卫专家也强调，疫苗对预防重症和减少死亡仍然有效。然而，新冠疫苗在全球范围内分配的严重不均，形成了影响深远的鸿沟。一些富裕国家囤积了远超自身所需的疫苗，贫穷国家却仍然疫苗难求。当前，至少30个国家还没有接种任何疫苗。美国拜登政府曾承诺在6月底前向全球捐赠8000万剂疫苗，但直到6月30号，其捐赠的数量仅为2400万剂，连承诺总数的1/3都不到。美媒爆料，白宫在为疫苗援助承诺食言找借口，企图把锅甩给物流，宣称是因为一系列物流和监管障碍减缓了美国疫苗外交的步伐。对于美国政府顽固坚持疫苗民族主义、自扫门前雪的做法，美国媒体自己都看不下去了。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发表题为《美国疫苗民族主义行不通》的文章说，美国在为本国国民接种疫苗的同时，没有一个分享其富余疫苗或输出疫苗原材料和技术的全面计划，这样也会增加美国自身的疫情风险。新冠疫苗的开发呀，实际上是一种高技术、高资金的这么一种比拼。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方面的比拼当中啊，这个发达国家呢是走在了前面。但是我们说，如果发达国家仅仅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话呢，那么在欠发达国家所产生的变异病种呢，就会危及这些国家的这个疫情状况。特别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全球化高度发展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呀，发达国家有义务也有条件呢，向欠发达国家伸出援助之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五证实，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方坚定秉持疫苗全球公共产品的第一属性，在自身需求巨大、疫苗供应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尽己所能向国际社会供应了4.8亿余剂疫苗，是世界上对外提供疫苗最多的国家。中国疫苗的足迹遍布全球5大洲。截至目前，中国已向近100个国家提供疫苗。中方也宣布向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首批提供1000万剂疫苗。中国将继续在力所能及范围内，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做出贡献。好，再来关注岛内疫情。近日起，台湾多地开放长者施打莫德纳疫苗，岛内民众踊跃接种，却乱象频出。在一处接种点，100名老人在高温下挤在小巷排队，还要被蚊虫叮咬，引家属痛斥。多地还发生接种莫德纳疫苗后猝死事件，引发岛内舆论质疑。而全球指标性的商业媒体彭博社最新全球抗疫排名出炉，台湾地区跌至44名。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周日公布，新增39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37例为本土病例，确诊病例中新增2例死亡病例。先从帐篷的先喊嘛，因为我们是先在帐篷等的。有现在的通知，但是大家先把距离。把距离拉开。自上月美国捐赠的250万剂莫德纳疫苗抵台后，岛内多地于周五开始将接种人群扩大至75岁以上长者，未料依旧是乱象频出。不少民众熬夜守在接种站等候，上百人挤在活动中心门口，乱成一团。因安排混乱，后来者反而先打疫苗，让先来排队等很久的民众气到当场发飙。后来的人的排
台门口，然后现在造成群聚，然后现在是怎样？这不是卫生局第一次打疫苗哦。在另外一处接种点，虽然民众已提前在网上预约，但到场才知还得排队。更加离谱的是，工作人员不仅未维持现场的社交距离，还让百位长者在高温下排队，被大批蚊虫叮咬。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高温曝晒下，现场长者不敢拿下口罩喝水，有人不堪酒后就地而坐，却被水沟盖上的蚊虫叮得满身包。按理说，岛内接种疫苗已有很长一段时间，应储备了一定经验，但仍然出现这样的低级混乱场面，蔡当局难辞其咎。这个根本原因当然是台湾的疫苗啊，它不但是量不够，而且分配的也很不均。光我们一个医护同仁打疫苗的时候，就已经打了1个月。现在台湾是有了一些疫苗，结果很多人该打的人也打不到，所以这个是很糟糕的事情。所以一旦有一些残剂出来，大家就抢着打，跟在那个庙里面抢头香子一样。这个简直是难看的一塌糊涂的事情。由于此前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后猝死事故频发，台湾民众更加倾向施打莫德纳疫苗。但近来台湾多地出现接种莫德纳疫苗后猝死事件，在高雄，一位70多岁长者接种莫德纳疫苗后不到半小时就意识不清，紧急送医抢救，仍不幸去世。死者家属痛斥台当局竟然连承认的胆量都没有。我会不会后悔去打那个莫德纳疫苗？当然后悔了。对啊，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日前，美国彭博社再次发布了最新全球抗疫排名。由于近期疫情大爆发，再加上疫苗接种进度落后，台湾地区从过去的第5名、第15名一路跌至第44名，排在巴西、南非后面。彭博社这份榜单是针对全球53个2000亿美元以上经济体进行的排名，评分项目包括疫苗接种率、封锁严格度、航班飞行力、已接种疫苗旅客的旅行路线开放度等4项指标。疫苗接种率当然它是一个指标之一，第二个还有说的防堵的这个严重度，就是我们这个边境防堵的严重度，第3个就是说我们航班的载客率，再来一个就是接种疫苗以后旅客他的自由度。我也希望台湾当局能够好好的把这个所谓的这个旅游护照跟所谓的这个在地的一个健康码这个东西能够积极的建立。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洪孟凯表示，令他难以置信的是，根据彭博社的分析，以台湾现阶段疫苗接种率推算，疫苗覆盖率达75%，竟然要花6年2个月的时间，意味着岛内民众这样的生活要持续到2027年。洪孟凯批评蔡当局，台湾沦落到如今地步，疫苗不够还不肯用最开放的态度面对，才是最大原因。聊一下疫苗吗？早点回去。鸿海创办人郭台铭采购 BNT 疫苗一事备受岛内各界关注。岛内多家媒体转述英国路透社的报道称，郭台铭、台积电与上海复星旗下一家子公司达成初步协议，将购买共计1000万剂 BNT 新冠疫苗供应台湾地区。完成交易所需的相关法律文件等细节后，再敲定采购合约。去年3月，上海复星医药与德国 BNT 签订协定，参与该公司新冠疫苗研发，并拥有在大陆及港澳台的独家代理权。今年5月以来，民进党当局抗疫不力，却百般阻挠民间各方求购疫苗，甚至不断将疫苗采购不力归咎所谓大陆阻挠。5月22号，复星医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吴以芳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强调，复星有意愿将疫苗服务于台湾同胞。自去年以来，我们通过多个渠道一直在积极推进向台湾地区提供这款疫苗。复星期待安全有效的疫苗能早日为岛内疫情防控发挥积极作用，以力维护台湾同胞生命健康安全，尽早恢复正常生活。针对国际媒体的报道，郭台铭办公室随即澄清，并呼吁岛内媒体最好不要再报道采购疫苗的进度，并臆测采购疫苗的内情，这样可能妨害台湾取得疫苗的时程。可是台湾就是因为这个东西耗了8个月的时间，都在那边折腾这个标签的问题，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不智的一个举动。那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再把它掀出来的话，可能又会造成了很多的台独的人士，他们会借机见缝插针。老百姓的这个声音真的一定要出来，不能够不出来。我们这个疫苗向外采购，这整个的政策的转弯，以及我们这个普筛这样子的一个政策的出现，基本上都是老百姓叫了1年。那为什么叫了1年才会有呢？因为这个政府是冥顽不灵。好，先为你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
世卫组织说，更具传染力的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已经在98个国家传播，全球疫情处于非常危险时期。那对此您怎么看？主持人好。首先呢，在印度发现的变异毒株德尔塔及德尔塔加正在快速的在世界蔓延。世界卫生组织呢，上周刚说80多个国家已经传染到这种变异毒株，那么现在呢，很快上升到了将近100个国家。病毒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呢，德尔塔的传染性比首先在英国发现的阿尔法变异毒株呢更容易传播，可能呢要高50%。更麻烦的呢是这种变异毒株呢可以部分的躲过这个接种疫苗以后人体产生的抗体，一些已经接种的人呢依然被传染。还有啊，这个德尔塔变异毒株呢可能会导致更为严重的疾病，住医院治疗的可能性呢是阿尔法这个变异毒株的2倍，那么给医院呢就带来了更大的负担。欧洲的英国呢，这个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泰国都因为呢德尔塔这个变异毒株导致的这个感染者剧增，推后了解封的日期。澳大利亚的悉尼等几个城市呢开始封城。那么在美国呢，德尔塔变异毒株的这个传播呢是极为的快速。4月初的时候呢，只占这个美国病例的0.1%，那么到5月初呢，占病例的1.3%，到了6月初呢，这一数据跃至啊这个9.5%。那么上周呢，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20.6%。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凡是接种了2剂疫苗的人呢，仍然有这个可能啊感染德尔塔，但是呢，不至于患重症而有生命危险。现在呢，各国都在加快的疫苗接种，当然呢，只是有疫苗的国家呢是可以接种的，而对于疫苗稀缺的国家呢，灾难似乎就在眼前。一些国家囤积新冠疫苗都到过期还不出口，那一些国家则急需疫苗但无米下炊。您认为如何才能进行全球合作战胜疫情呢？你说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疫苗接种呢不平衡，一些国家呢有疫苗但要囤积，有的呢都要快过期了。而有的国家呢却没有1剂疫苗，而抗疫防疫呢又是全球性的，一个都不能少。这呢就引出了全球合作的问题，也只有全球合作共同抗疫，才有可能让地球呢摆脱新冠困扰，恢复经济民生。目前来看呢，战疫抗疫的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接种疫苗，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呢呼吁各国领导人都要大度一些，特别是发达国家要争取呢在明年的7月份。每个国家的这个疫苗接种率都能够达到70%以上。那么另外一个需要持续坚持的防疫策略呢，就是强有力的监测、早期病例检测、这个隔离和临床护理。人们呢在日常生活之中呢，需要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避开拥挤的地方，保持室内通风良好。那么这一点呢，中国的广东省深圳市创造了最新的案例，德尔塔变异病毒这个入侵以后啊，立即进行隔离和封闭，进行快速而全面的核酸检查。那么各单位各社区呢是严格防范，很快便控制住了疫情。现在呢已经清零好多天了。那么只要全面的戒备，严格防范规范，德尔塔呢也不是不可战胜的。那么而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呢，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均衡的分配疫苗。那么特别是美国呀，据说呢到今年秋天将有5亿剂疫苗过剩，那么需要加快的送到其他的国家去。拜登呢在 G7 峰会上宣称要给全球呢捐助5亿剂疫苗，欧盟呢也承诺要对外增加援助。那么现在呢就赶快要行动了，不能光说不练，宁愿让疫苗过期而不向外发送，这呢就不像领导者了。那台湾的疫苗最后也是靠鸿海和台积电等公司来获得，而不是蔡英文当局。为什么郭台铭呼吁媒体不要再报道采购疫苗进度呢？蔡当局呢一心盼着美国人呢来救助，可是美国方面呢送来的那点疫苗是杯水车薪，只给美国政客呢提供了一个秀场。到目前呢，这个台湾的接种率只有9%，比很多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接种率都低，因此呢也死了不少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企业看不下去了，要求代表当局呢采购疫苗，以解燃眉之急。台积电和鸿海呢想要采购德国 BNT 的疫苗，但是呢
蔡当局呢仍然在设障碍。德国的 BNT 公司呢已经和中国上海复星医药呢签署了协议，那么由复星呢独家代理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这个疫苗分销。台湾呢可以很方便、很快从这个上海复星那儿得到这个德国的 BNT 疫苗。蔡英文当局呢，非要台湾企业采购的德国疫苗必须是原厂生产，这个原厂包装直送台湾，这就是呢要抹掉相关疫苗的大陆痕迹。所以呢，这郭台铭等台湾企业家呢都无语了，只好呼吁媒体呢不要这个报道采购疫苗的进程了。那么遇到蔡英文这样不顾人死活的长官呢，也真是无可奈何。那么这件事中呢，同时呢也显露出蔡英文的台独倾向，显现出他呢向西方人靠拢，从而呢来制约中国大陆的倾向。好，谢谢陈斌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